们的陪看室啦。今天我们会看第8期。那其实节目播出到目前为止，观众也会有一些评论和弹幕。你看到这些弹幕之后，你觉得你会发生一些变化或改变吗？我看到的评论和弹幕，都是说到我这儿都是为了找笑点看，可能这就是我的一个常态，就是我在生活中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很幽默。所以说我可能不自觉的就会把这些都会透露出去、展露出去。是。那柳柳呢？我的评论和弹幕应该是挺多的，就是会看到大家对我提出的一些意见啊，然后如果说改变的话，可能我会在比如说一些分寸感和边界感的一些事情上可能会更有领会。我可能对这些会有改变，然后包括对于情感的一些处理方式啊，其实我也是有在根据大家的建议去慢慢的学习。主任，我其实觉得我们每个人的评论也好，弹幕也好，可能都会有一些正向的，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大家还是要更加的去理性的去看待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我们都是一个真实的活人，所以说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我的感受其实是喜恶同源。对我来讲，其实我生活中和节目当中，其实差别并不大。那我对待朋友也会用一种很真诚、很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的内心想法，但其实我并不是带着恶意的，我是真诚的想要去了解你。当然，我也会意识到，可能我有些问题在透露着我的一些没有的安全感，但是可能现在我思考下来，就是觉得我还是享受当下，真诚的表达我自己就好。就是只要我知道我对待你是真诚的，我觉得事后可能了解我的人或者和我相处的人会知道我是带着善意的，并没有任何的恶意的。对，大家会感受到你的真诚。我是这种感觉。那幼玲呢？我觉得好像我评论弹幕非常统一，就叫我减肥。瘦了好多，这下颌线好清晰。所以变化好大。所以变化好大。变化最大的是你，是吧？也没就正常。你比那时候瘦了多少？也还好吧，我现在跟节目里差不多。没有，我感觉你体感有瘦了15斤左右。没有，他跟其实刚进小屋时候是几乎是差不多的。对，我跟小吴第一天现在是一个体重。中间有个波动值，是不是？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今天我们的桌面上摆着一本答案之书，那我们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把心底的疑问交给他，看看你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指引。谁想先来？那就从我来吧。来吧，着急要问。如果我是首发嘉宾，结果会不一样。哇哦，精彩！我跟着他的方法来。你必须放弃。太有梗了。他让我必须放弃。你就是鲶鱼，本尊不能变，只能当鲶鱼。这个压在季宇心里的久久的一个疑问，让我放弃。解答了。这是命运的安排，季宇。来，幽灵，请问。问什么？你在3年内会结婚吗？你跟我想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我刚想的是2年内。我看到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那就2年内会不会结婚？好，来翻一下。到底是哪个？可行，可行，可结，我会克服现在的心魔，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嘛。你需要了解更多的自己。哇，这个很好，这个回答好。我能再问一个吗？可以，可以。当然，请问，如果我再主动一点，用我工作的方式面对在节目里面的状态，结果会不一样吗？季宇就是很想从头再来一遍。你需要考虑其他方法。又是和那个放弃一样。不要太执念。不是，你要不回去买一本书放家里吧？天天翻，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翻。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生没法从头再来，哪怕从头再来还是一样的结果。没错，所以真好。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正片吧，请看 VCR。我可以看到他们暗灯
你今天要按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按还是不按？因为我知道你海南没按。哎，我说，我的声音吗？刚刚？对啊，是你啊。我要不然还是别看了。哦，要不你闭上眼睛等我通知。挠头是什么意思？他如果现在还在犹豫，那就不要了。他没按吗？我的鸡皮疙瘩也起来了。我在狂起鸡皮疙瘩，这个简直。他们很会搞这些大起大落，让我们的心情风雨交加的上海。哦，啊，我的那个情绪已经被调动。太牛了！到厦门了，欢迎来到厦门。他俩这会儿看着有点像新婚夫妇的感觉，有点夫妻相，怎么回事？对啊，像蜜月行。对，挺配的两个人。带老婆孩子回家。哇，表情好甜呐！熹慧的表情已经很可爱，很可爱。这就是人夫感吗？他俩人夫感，老婆孩子。我忍不住姨母笑一直。但是啊，如果我们队赢了，你会约谁？你会约谁？好问题。我们队如果赢了，是吧？是吧？是不是？哎，如果赢了会怎么样？就是你们3个男的约。哦。哎，今天是那个今天我们5个老登队的是吗？对啊。他围剿了，老登队要把你围剿。他唯一不是。哦，你们都是老登队的。你是另外一个队的。现在你被排挤了。快点撕纪元。再把它撕一遍。哦，那我懂了，就你们其实就是正负极的关系。就一开始如果离得很远的话，那个磁场会非常非常的弱，但是只要一旦靠近了，互相交流，哦，好会说呀，好会说差不多就这种感觉感觉吧。描述的好准啊，绝了！谢谢。这朋友，所以他平常是，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背景音乐，我觉得他是大脑飞速转。对，我想一想怎么形容啊？该怎么说？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哎呦我的天哪！比较自由的吧。可交。那我们也吃饱了，也喝不下，吃不下任何东西。全完了，什么？为啥？全部完蛋。为什么？我说我。为什么？我有点想流泪。怎么？今天不挺顺利的吗？我说我完了。为啥？我没说这个行程。对，我也是吗？为啥？我懂他。完了，女孩子懂。我懂他，我也懂。他完全沦陷在了。他沦陷了，但是没有办法。为啥？我就看着他的侧脸，当时就觉得好喜欢他。我就知道他这不是全完了吗？我的天哪！我就知道。完蛋了，我沦陷了。我感觉他俩这会儿想亲，想亲，我感觉。熹慧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哇哦！看完李正和熹慧的厦门之旅，大家有什么感受啊？我觉得就是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熹慧那个全完了，那个状态，所以就他的眼睛里是有在发光的那种感觉。对，有是一个就是真心喜欢上一个人欣赏的眼光的那种感觉。对。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和柳柳瞬间就懂了。当你们还在问什么完了的时候，我们女孩子瞬间就懂他在说什么了。因为一个女生说全完了，真的是有一种奋不顾身的去为了爱。她是很真诚跟真实的在表达她当时的内心感受，所以那一下被击中了，所以我觉得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很欣赏女孩子的勇敢，
我觉得挺幸福的呀。我觉得爱情就是这样，人很会给自己有，就是现实的一些条条框框，但爱来了就是来了。你会发现人是不理智的。对的。所以我感觉，甜甜的恋爱也挺好的，就幸福就好。那我们接着往后面看吧。请看 VCR。说实话，我也是没想到。哎呀，原来接你下班了是吧？哦。哎呀，哎呦，被你，他这天巨搞笑。一定要有这样的状态。哎，对，大哥好害羞呀。你为什么要笑啊？他很开心啊。你呀。对。你现在接我下班吗？对啊。因为可能之前都是在小屋里吧，然后也给他一个惊喜。惊喜。给你。谢谢。其实海南回来跟柳柳第一天出去玩，其实就想找丹琪了，跟丹琪聊一下了，想让他了解一下我现在的心理想法，就是所以也不想拖着他，或者是浪费他的时间。说清楚比较好。所以是想单独跟丹琪聊一聊，沟通一下。一直在上班那2天。丹琪。你坐吧，站着老高的。站着吧。站着吧。其实我觉得很多话不用说，我也都懂的。在幼玲选择跟我说，他说他要跟柳柳约会的时候，那一刻我意识到了他不是我真正需要的人。他玩得开心点。结合这2天我看到的事情，其实我能感觉出柳柳对幼玲的感情，以及幼玲其实她心里面可能也会更倾向柳柳多一些吧。哦，吃饭了吗？没呢。我带了，我给你有好多吃的。好呀，一起吃。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见柳柳在敲幼玲的门。其实这2天我也在想，就是我们是不是就是在一起玩的比较开心。然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觉得我是需要一个比我更笃定的人。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这个需求。我觉得我们做任何选择都无愧于心就好了。就是你当下你享受当下，你当下你喜悦，你当下你享受，那是你生命的状态。你想要的，那你就去追逐。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就像我那天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一样。我希望你开心、幸福、自由。觉得自己平时还挺潇洒、可爱、欢快的一个人。一旦进入到感情当中，就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然后谨小慎微，然后又小肚鸡肠，又变得窝窝戳戳的一个人。其实你想，这就是爱情啊！爱情本来就没有那么伟大，是吗？所以那些感受都是对的。是对的。我觉得这段还挺让人动容的。真的。那天回到上海，然后柳柳找你出来聊天，想第2天约你，你当时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呀？其实我觉得可能在之前吧，也经历过很多事情嘛。对。然后不管是有犹豫啊，或者是争吵吧，但是这个中间，包括在我们不联系的中间，其实每天心里也是有惦记。对，就是心里其实还是有波澜的，有在想这个事情吧。你有设想过他会来约你这件事情吗？也不叫设想吧，就我可能会有期待。就是其实他约我的那个第一瞬间，其实我是内心肯定是高兴的，但是我还是因为之前的一些事情比较想要了解清楚他的想法，有没有改变。就是他找我的，其实那一瞬间我心里是已经答应要出去了。
我明白了，就是其实坐下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我愿意，我要去，是吧？对。但是要确定一下，到底这个是随便出去初心玩一玩是什么，还是说两个人要跨越一些东西，重新开始了解对方，对吧？如果是纯出去玩一下，弥补一下遗憾，回来就不联系了，那我觉得就可能也在这个阶段也不适合出去了。那柳柳呢？你当时约他的时候，内心会忐忑吗？会想？特别忐忑，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他那边的状况。就是我们俩那会儿在海南闹掰之后，就是其实两个人之间就是心是有一道墙的，所以我当时是硬着头皮，然后我是跟他疯狂的在铺垫，我就已经做好了丢人的准备了。然后包括，他答应了之后，其实我也在想说，那明天的这个约会，我要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他，我要跟他聊一些什么，我们能够通过这一次，然后去打破彼此的心结，能够说把之前没有解决的沟通问题给解决掉吗？所以我那天晚上其实想了特别多，第二天要怎么聊，要聊什么。那大家听完丹琪跟卓然的聊天之后，有没有产生什么样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有共鸣的感受呢？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些小的一些波澜，对吧？然后呢，可能也有一些大家各自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们重归到上海之后，其实大家更多情绪沉淀下来了，更多想法也沉淀下来之后，大家会觉得就是我们都是生活当中很好的朋友，所以大家就想聊一聊天，然后呢也是梳理这个在小吴这趟旅程的一些情绪，包括对待伴侣的一些看法呀，对待生活呀等等。跟柳柳约完会那天晚上，其实我自己心意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了。那我当时就想马上去找丹琪去说清楚、表明这件事情嘛。但可能那2天因为大家都去上班了，晚上、早上都没有碰到。对，然后可能拖了2天。我觉得在这2天中间，可能会让丹琪的心里会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一些想法吧。就我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会有影响到他，或者是让他受伤的那个点吧。如果我面对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应该会选择以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祝福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其实喜不喜欢一个人就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眼神也好，肢体语言也好，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应该也会去后退一步的，因为我可能会认为有很多事情不需要直接的去说出最后的那一句话。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后看吧。哎呀，天哪！角色扮演这是。你好可爱，塔塔。哇哦，他俩单独在演偶像剧，对，一起来看流星雨的感觉了，有点那意思，是吧？疯狂撒糖。哇，这太校园偶像剧了，就没有那种他以往的那种老成味了。媚感姐，塔塔看着真的好小啊，他像18岁。他是高中校服对成合。这俩人一会儿教导主任看，哎，你俩干啥呢？你俩把手给我撒开。对的。礼貌的社交题。礼貌社交题。哎呀，救命啊！这个很甜哎。这俩人的进度明显是更快的，对吧？那你什么类型的女生？我都喜欢，如果是你的话。哎呀，这甜的我。赶紧做笔记吧。记下来吧。不是唐嫣吗？不是罗晋吗？甜晕了，甜晕了。哇！我这个嘴角就没下来过。我也是。你多久没回嘉兴了？啊 ，BK 也是嘉兴的吗？对啊，他俩都嘉兴的。哇，那真的很有缘分哎。见见我妈妈。哦，这个问号也很可爱。有点紧张。你别紧张。妈妈会喜欢什么？开始铺垫了。我觉得这算是第一次正式见面。这女方家长。然后我们就约了中午。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好。她妈妈看起来也好年轻啊。对，气质好好哦。好优雅的妈妈。
因为我知道嘉兴它常开花嘛，然后选了一个红色和白色的，我觉得谢谢，挺好的，跟我的衣服还挺配。今天跟您还正好很搭。BK 好会说话，好会说话，好会说。给您带了礼物。其实我们一共现在收养了3只流浪狗，但是救助了很多只。天哪，他妈妈好善良哦。对啊，我跟你说哭。哦。哦，BK， 不要哭了，不要哭。不会吧？不会两个人一起哭吧？不会2个人一起哭。处理这种事儿，经验的确不可能。但是呢。谢谢，这是我送给坤坤的一个小礼物。谢谢阿姨。香水，希望你香喷喷的，在生活上、事业上都香喷喷。我一定香喷喷的。好可爱呀！这香水肯定香，哎，这香水应该是香的，这个。那我就觉得，如果咱们说，如果比如说2年以后，我们王一就想结婚了，他毕竟也35岁了，那时候你才26岁，你想有结婚的这个想法？哇哦，好犀利啊！就我认为每一段感情发展的时候，肯定都是以结婚的目的去的。我现在对于恋爱和结婚是这么一个看法。你没接住我话就。他妈妈也很直接，你没接住我话。因为这是一个两人也是他俩现实的一个问题。我们家对我在这方面，我认为还是以随我的状态啊，基本上什么事情都是我自我解决的。这挺好，这个我了解了。看来妈妈很满意。他们俩都很稳。瑞塔的脾气不是挺好的，你别现在给她的外表柔弱啊、甜美啊所欺骗啊。塔妈开始打预防针了。丑话说在前头其实是好事的，妈妈对。大家都是容易把自己不好的那一面展现给最亲近的人，有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呢，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要什么，或者是年龄差也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人生的道路上，在前进的道路上，要互帮互许。对的啊，互相搀扶。塔塔的妈妈这个适合到那个陪看点评一下。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回小屋了。行。哇塞，我就觉得 BK 和塔塔他们2个人都好甜哦。而且我觉得塔妈其实问的这些问题，也都是站在妈妈角度上是一定会去替塔塔去考虑的问题。非常。她有一种要提前跟 BK 打预防针的那种感受。而且是丑话说在前头，不会营造很漂亮。是的，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对，我觉得瑞塔她是一个很阳光的女孩，这时候你看到她妈妈是一个很独立的女性，优雅大方。对，我觉得太棒了。而且我觉得塔塔妈妈她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女性，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就你可以从她的谈吐中去感受到，她是一个知性的女性，她有跟得上时代的。对，很多东西其实她可能是现代人有些人他都想不到的东西。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贵的事儿。所以其实他们虽然在节目里表现得很甜，但同样他们回到实际的状态中，也有各自需要去面对的一些问题跟现实的状态。就是这不是一个我觉得这很难是一个24岁一个年轻小伙能够接得上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正常一个24岁的男生，当塔塔妈妈问到一些问题，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会懵掉的。对，他一定会接不上这些东西的。对，因为塔塔妈妈有一句就是你没有接住我的话，其实我们在场听到都心惊了一下，直接会就懵掉了。但是 BK 能够接得上，我觉得很厉害，很厉害。因为他妈妈还是蛮有气场，可能只是第一次他回答稍微就是圆滑了一点点，他就会说你没接住我的话，后面其实就是很真诚的大家在沟通，我觉得特别棒，特别好。就是我们或者说观众看到的他们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年纪的这个差距，但其实好像并没有什么。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其实在镜头面前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呈现，就是他们也在让生活中的人知道，哦，我们有这么大年纪差，我们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而且他们两个，一个生理年龄比心理年龄小，一个是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大。对。OK， 那话不多说，我们接下来看后面的 VCR 吧。妈妈去那儿坐，那边没风。好。我的感受首先是懵，然后是我肯定是会有一点压力的。对于我来说，那是我一段过去的经历，并且是一段很糟糕的经历。就是其实我当初在上海，我一毕业就去上海了嘛，在上海工作，后来是因为前夫的关系回到了武汉，然后生小孩，
然后其实相当于是我放弃了上海所有的一切，回到了武汉，然后在武汉就相当于把我一切打回原形，然后我一无所有，又重新回到上海。就那一刻的心态是，我和这个人谈恋爱谈了4年，婚姻3年，我7年的时光换来的结果是这样。我当下就跟自己说，你一定要把自己活得漂亮跟活得好。你长得漂亮，你有钱，你还担心儿子不认你吗？我就是赌着一口气的，我是真的赌着一口气去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的。在上海，我一定可以重新再站起来，我一定可以靠我自己活过来。所以，这就是我来时的路。还是那句话，这就是我，这就是事实。这些经历给了我好与不好。你是问过我小文这个名字的，对吧？嗯。但小文他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对啊。他是我哥的名字。因为之前有一个哥哥嘛，然后后来哥哥就没有，就去世了。没事，文涛，你还有董哥，还有大哥，还有一堆你的好朋友、好哥哥。还好吗？嗯。所以我一直特别喜欢我哥这名字。正好他是我前2个字嘛，所以刚开始叫我的时候，我都有点反应不过来，那叫着习惯了。我更加理解你妈妈说的那一句话。我没有你，我不知道怎么活。假如我现在带着一个孩子，虽然说我嘴上我可能说我不需要你，但是如果他能够来帮我，我会很感激，我会。真的很非常感激，因为首先我知道这不是他的义务。你不要想那么多，可以吗？你就只想现在你跟我之间的事情吗？我其实想一直去接触你。要跟你拥抱一下的，没事。那我吗？没事，没关系。没事。来，文涛啊，还有董哥，差点没人，还有董哥大哥。来。找你聊。到了不拖大家进度，干活。所以我想问一下，文涛当时轩轩跟你说这些之后，你当下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就你们当天聊的时候，就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我也没有办法当下去判断出来我需要怎么做。我当下的想法就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接受这件事儿，就是我不想去骗你说没问题，我能接受。我觉得这不是真实的我，所以我也要真的告诉你我内心的想法。当时其实是轩轩教会了我一个道理，有些时候当大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会当下的状态就是我必须要想出来一个对错和是与非。其实有些事儿我没有必要一定要给他一个答案，就是说 OK， 我一定要答应你 OK， 我今后我会照顾你的孩子，我会去为了你我保护你们怎么样，我没有办法给出这个答案，我没有强大到那样。所以说，我觉得我只去考虑当下的状态，那就是我还是想和你继续接触，我不想让你从我身边走开。明白。那轩轩，你非常勇敢地跟文涛表述了你的一些过去的经历也好，想法也好，然后你又听到他跟你说了这些他自己的一些事儿，你是什么感受当下？其实那天我们会在宠物房聊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一个情况下。我当时状态非常的不好，
他就问我说你怎么了？我觉得一下没绷住，他说你想跟我聊聊吗？然后我才坐在了那里，噼里啪啦说了这么多我过去的经历。跟他聊完之后，其实那一刻我就是想说 ，OK， 就画一个完美的 ending。我要告诉你，我这个一系列的行为逻辑的原点是在于我的这个过去的经历，就是我来时的路，我不可能去磨灭掉它，或者是跳过它。结果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他说我这段时间也在纠结，在思考自己能否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一下子惊呆了。我没有想过这个男孩子会去思考这个话题，就是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没有觉得我接下来我在谈恋爱，我需要我的另外一半去照顾我和我的家庭。我希望的是我已经把我自己的顾得很好了，我希望两个人可以开开心心的相处下去。所以在他说完这个话的时候，我才说，那你能不能不要想这些了？然后他跟我讲完他家庭经历的时候，其实我内心的感受是他在一步一步的靠近我。我们俩有时候挺像的，内心最柔软的一面一定不会轻易展现在外人面前，所以大家会觉得我很尖锐，我问问题我很犀利，但其实我在保护那个内心柔弱的我。所以他跟我讲完那一刻，我发现我更了解他了。那大家看完这段之后有什么感受？我看柳柳也哭得很难过，你怎么样？其实我是不知道小文和轩轩的故事的，甚至可能轩轩的一些经历，我是等到咱们那个先导片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就我们看节目的这一段，我心里其实第一反应是特别的心疼，然后就很想穿越回小屋的那个时候，想说如果早点能够察觉到，比如说轩轩的情绪，可能那会儿就会去跟他聊，或者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对，对，其实我在小屋的最后几天，其实跟轩轩是偶然会聊到这个问题，当时也是点到为止，但是没想到这些事情摆在文涛和轩轩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其实它是一个不能够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就像文涛说的，你可以不说让我去承担什么，但是我自己要把它当做一个事儿来看待。就那块儿，我觉得文涛特别爷们儿，特别有担当。对，那个是非常戳动我的一个点。包括文涛后面的自己的一些家庭的一些经历啊，包括一些东西，其实也有自己的脆弱。然后我觉得就是轩轩你们两个就是都打开了自己的新世界，然后让对方能够走进来，然后也给对方更多的信任。我觉得这点是我们看完之后都很感动的一点。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下一段。我今天的想法是尝试继续跟他接触下去，但同时我还是心里面会想他过往经历的那个问题。我好紧张啊，有点慌。应该是拍了，必拍呀。啊？哇！哥们儿，你酷毙了！啊，帅的！坚定的一拍。啊，真是！啊，帅！帅！怎么每次我都是最后一小段那种伤感的？目前的状态来说，确实是没有找到可能想发展成恋人的对象。因为我那个房间正好能看到那个拍灯，所以我就一直在偷偷看有没有拍灯，暗中观察。你是拍的还是不小心碰到了？拍的。哎，不小心，哎，我怎么把它碰亮了？对啊。磕柳州 CP 的，到这一刻才把心给放下来。哇！轩轩，看这段有什么想法？当下的想法一定是开心跟甜蜜的，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至于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内心也是比较忐忑跟没有任何的答案的。对。然后其实我当时在录制的期间，其实跟季宇交集没有那么深，这确实因为时间比较短了嘛。但我看到季宇的一些表达和状态，我觉得，我刚才录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想过去抱他一下。
我觉得你的表达很清晰，你的表达真的很清晰，你真的可以很清晰把你的内心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就是你在镜头面前，我就觉得就是那种什么文艺大男生那种状态。没错。那我们用几个关键词来预告一下下期的节目吧。从季宇先开始。遗憾，接受吧。满汉全席。现实差异，隔阂消解，做出选择。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觉得看到第8期好像就已经所有东西都已经到这里为止了。我觉得后面这一期还有一些大家可能意料之外，但也更精彩的内容。好看，大家好看，就是一期比一期精彩。就第8期绝对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哦，可能这些人基本都已经定下来了，但还会有一些很精彩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守住后面的几期。他给个这么水的，那我说非常好看。你们俩一起水。一起水。第9期我的关键词是继续探索。很棒。那《半熟恋人》第5季的第8期陪看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6月1日起 ，SVIP 每周1、周2中午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抢先看1周。每周3、12点 ，SVIP 提前看超前彩蛋。周4加更，周5陪看，周6、周日精彩花絮轮番放送。高能不断，课堂不停。